哇，八囧，哇！媒体的第四权已经变成心灵课程，它是身心灵情全部收印，身体上台当青鸟，摇旗呐喊，心里每天把他们拜得跟神一样，好感动哦，普马老师啊，然后钱就全部奉献而上了，最后身子也缴上去了，一堆社运砸炮，全部都骗炮又不带，鸡犬杂仔，八囧就纯逼哦！天哪，我们成功的反统战了一个闽南地区的同胞，哇哦，真是太厉害了！他的神经病！我去年连看他4-5个影片，到后面我就觉得这人是在刻意制造仇恨对立的。他先拍统战纪录片，没过1个多月，他就跟着政府搞大罢免。如果放任八囧大量的去制造这样的影片，让民众被洗脑的话，我觉得很可怕。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不爽八囧的人很多，我就专怼八囧。我去年有一阵子就连看他4-5个影片，开始就当娱乐化在看，后面越看越觉得不耐烦，因为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把大陆那边讲得很妖魔化。到后面我就觉得，干这人是在刻意制造一种仇恨对立的感觉。他先拍统战纪录片，我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点新鲜感，直到后面我发现到很鸟的情节。他拍完这影片之后，没过1个多月，他就跟着政府在那边造势搞大罢免的行动，然后还增加他的公众曝光度，我就越看越不耐烦。像之前陈之汉馆长他就怼了一句很好的话，八囧就纯傻逼，在那边卖台湾价值。再接着演算法给我刷到历史哥的视频，然后看到你在那边详细有逻辑的去解构温子瑜八囧他的一系列做法以及他的一个变化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大快人心。因为台湾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东西太鬼扯了，怎么可能3-2下就被他挖到那么猛的料，以及好像他有办法去掌握什么样的情报，直到历史哥你跳出来去怼他，我觉得真的很爽，看得很开心。如果放任八囧大量的去制造这样的影片，让民众被洗脑的话，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八囧他是自媒体网红，他有一定的声量。他一开始有讲到一个重点，我没有挖到有人去换户口，这个不是重点，主要目的是让去内地发展的网红知不到对岸的红利。因为有一些人过去那边他们会去吃爱国饭，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搞头。但后面他又很坚定说他真的有挖到猛料，有办身份证这个东西，我越想越不对劲。我想说，如果有的话，那赶快行动。他就把这个话题停在那边，他其实在回避掉这个东西，然后就明明这件事情被其他的新闻给洗掉了，结果他又跳出来把这个东西搬在台前，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他还会继续查，就代表他还不甘心，他想借着这波话题继续吵下去。而且在此之前，我发现八囧其实快没有流量了。他这一波借着陈柏元这个人物，他的人设定位，把他的流量又炒回来，所以他们才会密切的合作。因为陈柏元他的一些人生经历，他是在对岸那边读过书，以及他曾经是重点培养的统战样板。所以我觉得八囧很心机、很聪明，因为他挑陈柏元合作，他原本是要喷陈柏元嘛。如果他2年前先怼了喷了陈柏元的话，那他这一波红利就吃不到。他是因为把陈柏元拉过来一起合作，就是乍看之下很有说服力。你知道台湾那一群相反的民族主义，就是绿色麦卡锡、绿色极端意识形态的那一波人，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们成功的反统战了一个闽南地区的同胞，哇哦，真的太厉害了！妈的，操，神经病！我觉得大家都忽略掉一个问题，人不可能有完全中立嘛，多少会主观，会有那种投机的心态。很明显，陈柏元就是在大陆那边吃不到红利，他没有完全被封杀，可是他的名声已经稍微臭掉了。就不管他自己讲说他是不是经历了什么委屈，但结论就是，所以他回台湾发展，曹兴诚一样啊，他也是突然从去大陆经商发展，后面又回台湾开始造势说什么我就是30亿，然后杨慧茹不是呛他说，你觉得明星要拿出来啊？你为什么怀疑我曹兴诚？你怀疑我曹兴诚？你就是共匪，年轻人就是应该要打仗。他妈的，有够鬼扯，你知道吗？我觉得更鬼扯的就是我很感谢历史哥3不5时的可能在直播话题里面点题一下，说曹董又发文的东西，因为底下的一些留言就是他们的同文层就会说，曹董，我们支持你。我发现八囧在收编一些海外华人，就是那种
他本身在中国长大，可是后面不太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做派的一些，就对岸称之为外反贼圈或海外反共圈。就是他出完统战纪录片之后，那些海外华人的博主，他们一个一个跳出来帮巴囧像那个对背书。我觉得最扯的是那个加拿大张瑶，我以前会觉得说，他是有点挺台湾的形象，可是巴囧接着民进党在搞罢免这一波，张瑶他就在那边一个劲的帮巴囧背书说，傅昆萁就是被统战了，这就是证据了。我当时我心里会觉得，会扯政治的海外华人博主，他们会挺台湾，可是他们有一种盲挺的感觉，不会关心到台湾内政的问题。他们也是在消费台湾价值。如果他们真要关心的话，他们可以了解深一点点。他们只是拱火，台湾该独立就独立。然后你被打了之后，不干我的事，我只是在那边观察、忽悠一下而已，超扯的。他这个其实他有一段操作，王志安就是最好的对比。就我觉得王志安先生他有那么高的流量，他又有自己的独见的看法，当然也有很多人批判他了。那我是相对尊敬他，但是他有些说法我也觉得不对啊，尤其他对台湾的一些解读，因为毕竟他是大陆人。可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他还是比较基于事实。还有他讲台湾的时候，他是真的来台湾，然后一场一场的去看，一个通告去上，就被民进党用民主铁拳直接禁管5年。就说你今天要当反贼，你好歹像王志安稍微有点格调嘛。那我觉得他们这一群比较恐怖的就是巴囧讲什么听风就是雨，公司神跟巴囧在一起突然变普龙宫，我都快晕倒了。本来就已经很轮了，又轮又普龙宫，我的天啊！而且其实我有点很好奇，这么一大挂反贼圈里面很多都是高学历分子，他跟巴囧会觉得很痛苦吗？因为巴囧什么都不懂。很谢谢你肯定我，其实你讲对了，这一个月巴囧因为搞罢免流量掉得一塌糊涂，大概剩以前的一半左右。那以收益来讲，他很难撑得起他这种活动。可是为什么他甘愿做这件事？而且他其实不是他在收编，是黑熊在收编。现在侯汉廷又咬着那个黑熊说你是不是收外国钱？然后黑熊大方承说对我说，哇靠，这些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真的很扯。他们在用媒体去洗脑大众不能独立思考，然后打着独立的名号要大家去抗中保台。可是就像徐巧芯他有在你的节目馆长的节目讲说，抗中保台已经变成民进党在维权的一个口号。然后再扯回去2年前你在百灵果的那期节目，我有发现到其实大家不是笨，只是当下的那个风向会被很大的那种趋势给洗脑。就那时候我看那集的弹幕，很多人都觉得你讲的不对，可是我是在现在去看那一集，我会发现说不对啊，历史哥讲的没错啊。就那一年不是裴罗西来台湾，对，我甚至都会怀疑说，中共那边跟民进党这边是不是其实都在打配合？就是每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感觉中共又一直做球给民进党，让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去讲我们要抗中保台。就跟这次台积电跑去美国这一波，按照北京那边的宪法，他们应该要骂美国，他们只是跳出来说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这给人感觉就很怪。就现在没有实质证据，可是多半一定会衍生出一种说法，他们一定有利益上的联系，这纯是我个人观点。请历史哥问一下小明如何看待台湾政坛上3个政党，民进党、国民党跟民众党？为了表现一下台湾目前还是可以有自由言论，开玩笑，我觉得大家先不要去按照新闻媒体的说法去判断，在野党的存在是为了监督执政党，人民也是可以监督执政党，然后媒体第4权也是可以监督执政党。当然我们不要疯狂的去崇拜一个政治人物，拉远去看，首先不能让一个政党一直在那边掌握一种威权，感觉很像淫威，就是什么都得看他脸色，所以在野党很重要。至于说他们里面发生的问题，民众本身就有权利去监督嘛，所以我们应该是冷静去看，而不是媒体说他们纯坏种纯傻逼捞钱，然后你就对他有仇恨这样子搞对立，不应该是这样。而且民众党他本身其实是有在做事的，你知道他们现在抨击民众党那些手段，其实就是专门对准黄国昌在那边喷 ，Thank you 跟黄国昌就是投机分子。我就想问哪个当真正人物的不投机，但是刻意去放大、无限上纲。我必须称赞历史哥做节目，有的时候表现方式可能比较激动，而历史哥本身知识面很广，然后又会顾及安全，不会公开，这是一个最好的事。像周玉蔻，他之前就是公布了别人的个资，然后呢，王宏威跳出来怼周玉蔻，我就讲这一点好了。王宏威他没有在做事吗？他没有吗 ？fuck， 他会替人民讲话，然后现在一堆人就说他是阿共那边的，我们要去把他给罢免掉。我操！媒体的第4权已经变成了那种心灵课程。
台湾的这些颜色媒体，尤其是绿色这些党国媒体，那才是真正的厉害，因为无所动摇，他是身心灵情全部收印，身体上台去帮他们当青鸟，去帮他们摇旗呐喊，心里每天呢把他们拜得跟神一样。哎呀，今天又是个大偶像，哇，八炯，哇哇，看到黑熊，哇，好感动哦，普马老师啊，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钱呢，哎，就全部奉献而上了。最后身呢，身子也缴上去了。你看以前的田云凡一堆社运渣炮，有男的有女的有 gay 的有什么，全部都在骗炮，而且喜欢骗越年轻越好，越解放越好。那最喜欢不带套，骗炮又不带套，一群死渣仔。因为我对台派太熟悉了啦，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台派，理解台派，所以才会对假台派很讨厌他们。但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鼻孔出几根毛，他妈老子知道清清楚楚。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站出来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有感觉到，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努力是有一些成效的，那这是蛮感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能付出能做的，帮台湾一小步，就是帮我们自己未来一大步，也是帮两岸一大步。我觉得未来我们才会有和平，才会有繁荣，才会有长久啊！不然照民进党这种搞下去，你不打仗也得打仗。就算不打仗，台积电这样搞不打仗都成，他们自己都解释不了。都知道31年之前中国不敢台湾，然后31年之后呢？中国崩溃吗？照我们家高人逻辑是这样，不过他最近很沉默啊。他说美国人怎么这样对我们？不是美国人这样对我们，美国人敢这样对我们，是因为有一群卖台贼。因为有很可能现在特务的沈伯洋在那边潜伏，还当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委，有这样的一个存在，你台湾能够好吗？你赖清德政府能执政吗？他当然最后只能不断发动大罢免，继续的转移焦点，转移注意力，然后把政治情绪炒高嘛。所以这种不必要的战争，不必要的生灵涂炭，在这种坏的领导人身上是很可能会发生。俄乌战争、中东的以巴战争，就是当代人依然是满满兽性，血流成河。小明，你今年几岁？今年23。其实我觉得世界对你们很不公平，因为我自己的助理都是这个年纪嘛，我们已经觉得很痛苦了，可是对你们更不公平。就是借用这次谈话机会了，我会想说，大家不要被舆论给操控了，因为跟内地情形不一样的是，因为内地他们网红之间的那种对骂、对线、喷一喷，影响不了实际上他们执政的一些情况。台湾不一样，台湾虽然讲说都公开透明化，但是政府反过来利用舆论的这个东西来控制大家，就好比说黄子佼这个东西，黄子佼他该被骂。该被谴责，但是事情的后果就是他有老婆孟耿如跟他女儿，就是孟耿如跟他女儿其实罪不至此，不应该是那样子。但 Trey、Dcard 跟他影片下面留言，有些人他就是有一点过头，他就说哦，孟耿如他也是坏，他为什么要包庇黄子佼？这种情形如果在内地的话，是真的会造成网暴，因为内地的人口基数很大，像之前成都地铁事件，他们那边人口基数大到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给网暴到打了。台湾比较有包容性，可能这件事情过1周半个月之后就被其他新闻版面给洗掉了，但这个东西存在会很可怕，所以大家本身不要太盲从一个东西，就是用自己的视角多方面去多看。好比说我一开始看八炯，后面又看历史歌，但我再看一看之后会发现说，哦，八炯都唬烂仔在那边拍一堆鬼东西，这根本没逻辑啊，没逻辑又喜欢在那边拍，然后大家从一开始看热闹，然后到后面会跟风说对反共就帅，共产党很讨厌。可是重点是他拿这个话题一直在吹嘘他自己，大家好，我是八炯，我今天要来揭露一件事情，那干妈的有够扯的。